欢迎收看。欢迎来到与男生有约，今天要约两个男生，他们是明明就，你好，对，一个是建明，对俊明，对，其实你们是双胞胎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们是双胞胎，但我们算是不太像的双胞胎。对，这是我要讲，而且我们风格就有点落差了。对，哥哥弟弟，没错。我记得第一次跟导演合作的时候，外面的导演跟工作人员都会就是比较客套，就是说，你们很像很酷但是跟导演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他要讲说，你们俩真的双胞胎吗？一点都不像。对，很直接，真的不像。对，还面无表情的说，对，是嘛？这就是这样。对 ，case 挺发这种人来嘛，他们是装的吧？风格不一样，对，个性也不一样嘛，很不一样。怎么说？我觉得我偏比较有艺术家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偏艺术家一点。讲话比较喜欢文绉绉，会绕来绕去啊。对。你哥哥跟弟弟是真的是有落差，有，真的是有落差。从小就这样。可能也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，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面成长的。对，没错。以前我们没有住一起啊，因为我们单亲家庭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好难过的。有什么好难过？不要装好不好？我想这个现在很多都单亲，对，我想这个可以剪，对，不剪。好 ，OK， 我们不 say 的就是这样。他跟姑姑跟阿公一起住，对，然后我就是跟我爸还有我阿妈跟我姐一起住。对，就是分两边会比较好顾一点，因为两边有不同的生活跟工作嘛。反正我们以前不熟啊。对，我们1、2年级不同班，他在天母，我在新庄。对，然后我3、4年级他回来。对，5、6年级我没有离开。然后6年级的时候一起去内地，然后才真的有住一起。对，那个时候才真的认识。所以其实归根结底，归根究底，差不多。OK， 就是环境真的影响我们个性蛮多的。对，我们的所见所闻跟遭遇也有所不同。从小，这大概几岁的时候？应该是说我们从国小1年级开始有记忆之后，开始在一起待了1年的时间而已，然后我们又分开了，然后直到3年级开始又回来住，就开始熟起来一点点。对。但是个性不一样，我觉得差很多。我觉得先天上就很不一样双胞胎会有某种心电感应或者是默契。导演一定有的。我现在没有办法想到我哥在想什么，可是很妙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时候明明没有住在一起，可是他只要感冒，对，他就感冒，我就感冒。对，我只要发烧，他也会发烧。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挂急诊，然后他也去送。我隔天就急诊。对，就很超酷的，真的很妙。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默契。我交女朋友分手，他基本上过1、2个礼拜就分手。对，我们都很常在同一个时间点单身跟有女朋友。对。如何去开始再重新认识相处嘛？我们以前相处不太好就是我自己感觉我以前跟他不熟嘛，但是你知道家人小朋友的时候，如果说多了一个小孩子进来，父母或者是长辈的爱一定会分一点出去嘛。那以前我自己在住的时候，就是家人的爱都是给我的，但突然多了一个弟弟之后被分开来，一只鸡腿2个人分，然后一盘菜2个人分，这个时候就有一点 confused。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状况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到吵架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内地嘛。那在内地的状况下，是我们差不多五年级的时候，5年级下学期，但是因为人生地不熟，文化有落差。沟通有落差，什么都跟你原本的认知都有所不同。对，所以你去学校的时候，你只有一个同伴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就同班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接受非常大的一个文化差异的洗礼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，至少我身边有熟识的另外一个人会比较安心。
会比较舒服，就安全感。对，同乡的啦。所以就算我们观念有再多的不同，但是还是会觉得彼此陪伴着彼此会比较好。对对对。所以感情就渐渐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默契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越来越好，但至少不会吵架。对，那我们是真的不太会吵架。对，我们也没有打过架。对，如何开始当 YouTuber 这件事？从小开始就有一个想当表演者的一个梦想。他想当演员，我想拿麦克风，我想唱歌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校园迎新演唱会，然后主持人是 Kid 跟夏和熙，然后他们两个突然在前一天晚上说会 delay， 然后学校就发了一个脚本给我们说，你们上去暖场一下。到当天去上面主持的时候，那天下雨，因为主持人没到，活动不能开始。但是一上去就觉得说，那既然这是一个演唱会，我们就是要嗨，对，机会来。所以与其让你们干等，倒不如我们来玩一些东西。我们就直接从台上直接跳下去，就说，来我陪你们淋雨，我们就陪你们淋雨，不要怕，要淋就一起淋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带大家嗨啊，然后有海报我们就先丢，然后大家都吵得很热。结束下来就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说，我看你们刚刚表现还不错不然来创一个频道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做影片？对。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，就成立了明明就。明明就这个团名，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想过什么建民俊民啦、双胞胎啦、两个智障啦，然后明天会更好啦，对，明天会更好啦，明天要干嘛啦？对，我是在开玩笑的方式，就是不然周杰伦写了一首歌叫《明明就》，以后就跟人家讲说他是为我们写的，那我们创这个团名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大家就笑，然后就说智障，不要取这个名字啊。然后之后过了，我们讨论了一 round， 可能1-2个小时之后，结尾说，那不然叫明明就好。对，那就好吗？那定了吧。瓶颈，哇，好多做了1年签经纪公司，然后因为一些状况，所以我们跟经纪公司解约了。那解约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开始自己做，发觉频道完全起不来，心里好难受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，废了整整3个月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想一些企划，那不然就做学生的。结果做了学生之后呢，又爆起来，就是跟导演合作那一个。然后结果红起来之后呢，开始接一些商案，也开始不错了。但没想到合作完那一次，发觉学校这么难进，我们又回归成原本的状态，拍成兄弟的系列，然后试着再去接谈学校。没有想到又开始荡下来了，觉得很疲乏，所以我们又做了4个月的沉淀，所以最近又开始回来，然后有一些自己现在想要规划的想法跟东西也开始继续了。做频道这一块，当然观看量、流量，这是你们很 care 的。对，你们有自己的假想敌吗？我一定有，你有没有？想说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假想敌。对，我是有的。你的假想敌是每一个都是，每一个都是。所有在做 YouTube 做影片的都是我的假想敌。我讲认真的，对。我们本来民事调查局是最红的，对，那现在其实还是，只要我们拍民事调查局，基本上流量都不会差，对。但是我们还是想拍自己想拍的东西。那他前几天跟我讲说，我想拍一个双胞胎的系列，那我们就一起拍了。拍完之后是最新的那一支吗？我自己觉得很好笑，流量很差，我觉得我好喜欢，我觉得比所有民事调查局都好笑，我自己看了就很爽。但很奇怪，它流量就是起不来。对，要走流量，我们可能知道流量要走什么。那要走喜欢的，我可能知道喜欢的要做什么，但是就一定要确定，不能说我做了这个东西，我没有预估它的流量，那我自己甚至也不喜欢，我就更不可能会去做。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流量画上一个 balance， 你得去调节自己，我到底想做自己喜欢的，还是观众喜欢看的东西。像我们频道就很难出现新三色的东西，但是你也知道说，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要有很爆的缩图跟诱引人家进来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，因为我就不想做这个东西。这么年轻的状况之下变成名人，有没有带给你什么困扰？我觉得，我希望可以再困扰一点。我觉得还不够困扰。对，就是我希望我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是想戴口罩。我就想戴墨镜，我就是不想要人家认出我，那才叫困扰。网络的生态就是太饱和了，一波过一波过一波过，就是它会让你起来下去，起来下去。如果你没有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在追寻所谓的流行题材时事，你可能只做自己专注想做的东西，你会被忘记，你会被忘记。
你会不会看腻？你不改变，你就是等着被冲下去而已。我希望得到关注，就像他说的，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表演者，我们想要站在舞台上，我们想要被注视，我们享受那个感觉。有目光就有舞台嘛，所以希望到处都是我们的舞台这样。希望当演员，你希望当歌手，你的梦想是这样子，对，离梦想更近了一点没有？我觉得我有对，就是，因为在这个圈子认识蛮多的前辈，跟各有专业的人。当然 ，YouTube 不只是做Vlog， 或者是做戏剧、做搞笑，还是有做音乐的。对。所以对音乐的话，其实我自己某一种程度，演戏的话，演员我占7分。那音乐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，占3分。我觉得讲梦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离梦想更近，我觉得我就在这个梦想的当中这个里面，因为我们在以前的传统媒体的状况来讲的话，如果你想当歌手、想当演员的话，没有人帮你铺线，没有人帮你介绍的话，你是不可能进到电视台的。对，但现在是一个自媒体跟网络媒体的时代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我不能说没有人脉你就起不来，或者是你就一定起得来，而是说今天如果说你是钻石，你绝对会发光。对，你是有料的，你有办法经营你自己的平台的话，你不用靠任何人去帮你 push， 因为观众会看得到这个东西。对，只要你跟得上这个时代跟流量，你的作品是好的，就一定有人看得到。对。私底下的你们也是很嗨吗？我是，只要有人，我就很喜欢当那个人群当中那个最大声的，然后大家都看我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享受的，不是装的。我要看情况。你要看情况。普遍拍完的时候，你一结束就会觉得我的 energy 弄完了，所以我就会都不想讲话。表演完的时候呢，整场结束了，然后很多创作者在跟粉丝啊，在跟朋友、跟观众拍照，我就一个人默默的跑到休息室那边，然后看到没人，我就把门关起来，然后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边。家里呢？要么唱歌，要么写剧本，不然就是工作，就是坐着。那当然就是偶尔可能会出来，就是跟家人就是坐着吃饭聊天之类的，因为我们还是住在一起。对，学校的课业跟你们现在的有冲突到吗？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是读日间部，对，所以说1到5都要上课。是。然后我们现在转成夜间部，对，就是在职转班，我们每个礼拜去2天就好了。因为我们是表演艺术系嘛，所以说在课业这件事情上面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有稍微前进大家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就身在这个产业当中。对，所以其实，在交作业或者各方面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比较好上手的，所以我觉得课业还好。对。即便是分开，你们从小就想做演艺事业吗？我想卖水果，我想开水果摊。对，我很爱吃木瓜，所以我就想开水果摊。哥哥，我以前真的没有任何的志向，真的一点志向都没有。可某一次跟他相处，然后跟我爸，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吵、很聒噪的一个人。那我爸也是在比如说任何同事里面，他就是那个指导大家做事情的那种身份。对，然后我就看着我爸这样长大之后，有一次我在大家面前讲笑话，给我掌声，然后目光都在我这边，说啊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好笑啊？不管是可能看我白痴或什么的，我就觉得我很享受大家投射目光跟掌声这件事情。对，我觉得是这个个性嘛。对，可是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可是当我接触了饶舌、rap、hip hop 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好喜欢这个很有个性的东西，所以我想当歌手。所以爸爸是你们的偶像吗？偶像不知道，但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榜样。他是我的榜样。就很多人会讲说，建明，你不要一直讲干话、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老了就不会这样。但是我现在就会回答他说，我老了，我一样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爸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做自己。对，就做自己。我觉得没有什么。你说你以前是自闭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以前超自闭的。没有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很胖，很胖，然后又爱吃，然后在我们体质差很多，我吃什么胖什么，但他早中晚宵夜下午茶吃，他就是不会胖。没有，因为他真的很胖，所以说去学校的时候，可能有人就会笑他胖啊，说他怎么样的，那他就会觉得说，
我会有点自卑，然后我会不舒服，然后他就会不太敢跟人家讲话。对，那我就还好，因为我相对来说比较不 care 那么多。那我因为环境不一样嘛，然后我跟我爸、跟我阿嬷、跟我姐住，所以我其实已经搬了18次家了，从小我都没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，所以我对于分离啊、跟别人讲话，我都已经是很不 care 了。反正迟早都会分开，所以我也没把它当一回事，就做好自己就好了。对，所以他会比较自卑一点。我会很自卑，不太敢讲话。对于母亲这个角色，你们现在有什么感觉？对母亲这个名字。母亲的话，因为我刚刚说了，我姑姑就是从小照顾我们到大，阿嬷也是，那阿嬷也是，对。然后我妈就是还是有在跟我们联络，还是会关心我们，甚至也是持续有在付出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单亲比别人要好的原因，是因为不管是里或外，在身边或不在身边的，依旧不断的对我们透露出爱意，甚至有爱的表现。我们身边有很多爱我们的女性长辈，对，所以不会觉得少了一个母亲或者是怎么样，不会。但我蛮多，我就是有这么多妈妈，对，我就是有这么多妈妈。感情的这个态度，如果我以前单亲，我家庭很不顺遂，然后我家人父母吵架，我会不会未来就发生这件事情？但我觉得我只要越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，我觉得越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。尽管我想弥补，想要把这些东西抛诸脑外，我不要去成为我爸爸或我妈妈这样的人的时候，往往会成为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会觉得，这不是借口，就是我的人生跟他们绝对不会是一样。我觉得单亲这件事情跟小时候受到的遭遇阴影，甚至是每一个小孩在童年，甚至是再大一点点但是未成熟的状态下所受到的任何刺激或伤痛，那个可能都是会影响一辈子的，那是没有办法磨灭的。尤其你是亲眼经历或亲身经历都一样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我不会去排斥我有这样东西，不管是阴影还是伤痛，但是我必须要去面对它，但是我也不期待，也不奢望这个伤口会好。可是我认为，尽管能带着这个伤口往前进，我也可以很幸福。所以这反倒也督促我，就算我看过或者是经历过他们所有上一辈的不堪，但在我心里，我至少可以在走下来的路途中遭遇到某些不堪的时候，我可以尽力的去避免它。对，这是我的想法。知道有这样的状况，你就去绕过去，换一种方式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吵过架？对，真的要吵过架。争论。然后我们有讨论过一件事情，你以前家庭过得不好，真的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发展吗？我给的定论是绝对不可能的，那是你自己选择你要过得不幸福，不是因为你过去家庭的事情影响到你，是你选择向过去妥协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但是他觉得不是，他觉得这就是以前给我的遭遇啊。没有，不是，我的观点不是这样，你不要扭曲我。因为我很简单，就是人这辈子不论是想法或是观念，甚至是人世间的所有事情，没有绝对。对，就是你不可能说他不幸福就是他选择不幸福，我觉得不是。没有人有办法去亲身去理解，甚至是体会他所有的伤痛。你不要说感受到，你愿意去感受都不容易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没有绝对，就是我可以接受他的观点，但我认为不只有这种观点。你们喜欢的女生有类型有不一样吗？类型有没有一样？我觉得差很多。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差很多，就是差很多，没有，因为我喜欢的跟甚至是交往的每一个女生，她的类型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比较。我看起来是都差不多，她交往的都差不多。她很被虐，就她喜欢人家管她，可是她又很常讲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要交的就是那种把我捧上天、把我当皇帝的那一种。”对，这就是她的落差。不太在乎她交什么女朋友。不重要，对，不重要，反正也不是我女朋友。YouTuber、网红、KOL、艺人，这4个，你觉得你更适合哪一个名字？我就是一个表演者，就是表演者。KOL，我不知道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？I don't know。
艺人，我不觉得我非常非常有才艺，可以把某一个才艺用到非常的专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定义自己为艺人。那你说网红，我也没有说非常的红，但是可能有少部分人知道我。那 YouTuber， 我喜欢演戏，我喜欢拍片，我也喜欢唱歌，所以我是什么？我就是表演者。我觉得我就是表演者。我享受注视，我享受舞台，我享受每一个掌声，我也会因为每一个瞧不起跟藐视让我感到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是一个表演者。对。表演者斜杠影像创作者，对我应该会这样定义。姐夫也是，我结尾还是要跟导演说一下谢谢。那我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也知道我刚讲了嘛，我是表演者斜杠影像创作者。那我对影像这方面一直很有兴趣，但是我在那一段时间我不是停更了嘛，然后就跟您这边跟李姐那边合作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呢，我学到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影像这件事情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不行。导演跟摄影师都来了，我有想问的问题，我一定要问。所以也很谢谢导演在我们拍的那一个系列里面，我们拍了14支影片嘛，对不对？每14支的开头的，就是导演给了我一个权利，就是 OK， 你也可以想等一下要拍什么。对，所以对，给我们发挥的空间。对，给我们发挥的空间。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会操机，我只会相机定在那边看拍摄了什么画面而已。对，但是经过那次合作之后，我开始会玩相机了，有开始去了解，问导演问题说，这个画面要怎么去呈现，换镜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？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开始学相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所以我很开心，我有帮到你们。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艺人啊。谢谢导演。没有，谢谢。我说真的，站在那边就是焦点。今天很谢谢你们，谢谢导演。